来吹吹。我跟你说，这是公园旁边非常有名的关东煮店哦。哎，花了很多时间才买回来的，再吃一个好不好？好吃。哦好吃。谁带来的？哦，一定是诈骗集团啊！看号码就知道了，不用理他了。来，再吃一口，这个好了。干嘛不接啊？忙死。虽然是葡萄好甜哦，来吃一点。不用，怎么了？没事。打电话给谁啊？就朋友啊。学校还好吗？还 OK 啊，还好啊。哎，对了，最近妈都没有看到你在看小说哎。我最近比较忙。思涵，妈虽然不希望你太早交男朋友，可是你要真的有了喜欢的人，你可以带过来给妈看呐。你还年轻，要多看看，多交些朋友，要有自己的生活圈，知道吗？好了，我知道了妈。我先进房了。哎，怎么啦？从背影看你就觉得不开心。我这见色忘友的小学妹，约都约不出来，怎样？跟陈翔还好吧？就那样啊。你呢？现在跟男朋友还好吗？你说哪一个啊？上次那个已经拜拜了。哎，知道吗？他竟然要我把送我的东西全部都要回去，哎，超没水准。是哦。不过呢，待会约会这个就很上道。明天聚餐我会带他去，再介绍你认识。明天再看看。抠我了，你的真紧。明天聚餐要来啊？你赶快去谈恋爱了，拜拜。拜拜，来了啦。你那天跟你妈吃饭怎样？什么跟我妈吃饭？就我说我要吃关东煮那一天啊。哦，那天很好啊，没有发生什么事啊。哦，那你爸爸呢？哎呦，死了！我爸死了，你怎么没跟我讲啊？我爸活得好好的啦，是他死了啦。哎，baby，你那个来了吗？还没。还没，刚好啊。哎呀，刚好什么啦？哎，对了对了，明天系上有个聚餐，我们两个一起去好不好？不要，那个很无聊哎。不就大家聚在一起吃吃喝喝？还不如……哎呦，不要闹啦！我现在就想要聊天嘛。你想想看，我都还不认识你的家人，而且你也不了解我的家庭啊。baby，我怎么会不了解你呢？
你爸是医生，你妈是贸易公司的经理，你是你爸妈的独生女，你的男朋友叫陈翔，对不对？好啦，赶快，不然等下你妈就要回来喽。啊，对，我妈回来刚好啊，我想要介绍你们认识。这才不好嘞！不要，等下你妈看到我要对我品头论足，说那里不好，说这里不好，反正谁都配不上她的宝贝女儿啊。我妈才不会这样嘞。baby， 你爱我吗？爱啊，那你要表现出爱我的感觉啊。表现爱的感觉有很多种啊。那你知道男生希望女生表现他爱的感觉，就是爱吗？哎呦，我现在不想要嘛！为什么我们两个在一起就只能做，没别的事好做了吗？你今天是怎样啊？不想做就不要做哦。欢迎家庭大师洪英正老师。约会其实应该是这个情话绵绵的，可是我们在剧中呢，好像可以看到呢，这个男主角呢，他对于约会的期望，好像就是比较是希望有肉体上的满足啊，就是说，好像既然实相大家都认为说那个剧情也不夸张啊，真的，一约会很多时候呢，没有2-3次，对不对？可能就真的发生一些比较亲密的关系了啊。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会不会真的大家都认为就是说，好像这个世代那个爱情的那个肉体关系，好像是无所谓的，是随时可以发生的，真的是这样吗？我觉得以一个女生的角度，我会比较担心的是男生会有猎人心态，就是一旦得到了以后就觉得没有什么价值，所以我反而会觉得对于就是自己的保护，不是单纯对于身体上，也是对于2个人之间的关系的一种维护。对，你就跟他发生性关系，他那一天晚上他家就多了一个那个，比如说鹿的头啊，然后犀牛头啊，对不对？好像有点类似这样的成果。5号的好朋友您呢？我觉得上次提到一个观念，就是其实西方人看我们东方人是很随便，他觉得就是我们才有一次性关系，然后就结婚。可是我们看西方人却是他们很随便，因为他们很容易有性关系，所以我会觉得说，我觉得性这件事情，我觉得它就是自然趋成，就当它会发生就会发生，所以我觉得它自然发生就享受它，你为什么想要把它看作是罪恶一样？如果当你比如说要开始做这件事情，结果连保险都不会带，这不是一件很糗的事情，对不对？其实卫教当然一定是需要的啦，因为这个世代，这个不管是从这个疾病的防御等等或者是说一种安全上的考量上，我觉得都要啦。不过就是说，确实这个肉体上的关系，我们如果再看一下我们的投影幕也就是说，在男女交往的一个刚开头的时候，其实是比较多是一种心灵的交流。我想更多认识您嘛，我想知道你的所有一切。但是当我们这样朝夕相处，就是那个激情就会起来，很自然的当牵手了啦，当一开始有依偎在一起啦，甚至是勾肩搭背，对不对？好像很自然，这些问题就会接踵而至。所以我们就会看到那个曲线图很快的那个激情就拉上来，而这就是常常我们今天看到，就是所谓的肉体关系的发生的缘由。对，所以为人父母的取舍，我也很同意，就是说跟孩子很公开的去讨论这种问题。比如说，爸爸妈妈不在家那你的朋友能不能带回家来？对，那你们孤男寡女一男一女自己在家里面或者是在宿舍里面，说实在有太多可能的状况会发生，所以怎么样去把它讲清楚、说明白，还是蛮重要。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要特别谈谈约会。约会确实隐含了很多可能的陷阱那它也会带出很多问题。当然，约会是很美好的，约会也要学习，因为约会呢，很重要的一个基础点是因为人有亲密关系的一个需要。一般来讲女生呢比男生还要更重视亲密的关系。其实我觉得对很多男生来讲，他是进入到一种在他的这个人生的经历里面，以前没有经过的一种体会。各位晓得，男人这个 man talk 或者是 body 的时候就比较阳刚嘛对不对对，那好像讲了就义气，对不对那我挺你就是这样。可是那一种很亲密的很深刻的一种心灵的交流，通常都是在开始跟一个异性约会的时候才开始能够体会到。那么我们还看到有一些心理学家去做研究，他们发现其实男生喜欢跟什么样的一个女性来约会呢？就是那个女性她是有选择性的
情有独钟的这样子的一个爱情形态。意思就是说，如果有一个女生，你只要预约她，她就会同意的就是谁约都可以的，这种不太受欢迎另外，我们来看看约会有一些心理的一些结构。约会有些时候它是一种什么？也是一种消遣。一个人有时候蛮无聊的，聊聊天也很好，对不对？所以它也是一种休闲的形式。还有呢，就是说当我们还没有进入到婚姻的这一个责任的框架以下。我们有些时候在人生的道路上，你一个人还是孤单嘛，所以你还是要有个伴。另外呢，它也是一种阶层的分化跟定位，这个很有趣就像爱情里面会有一种叫自我筛选的理论我们会跟那一种比较好像看起来是同一类的人来约会。还有呢，约会也是一种社交，约会呢是某一种方面，当然像刚刚我们这样一路讨论过来也是一种亲密关系的满足，因为它有可能发生亲密关系。约会当然很积极性的意义是在筛选什么？伴侣，对不对就是说约会过程当中才发现，这个人的脾气，对不对？这个人的情绪控管这个人的价值观。最后呢，约会某种程度就是像我们前面说的，他心里面呢有个踏实感，有一种亲密感。那还有呢，有些学者在看他说约会其实跟年龄的关系呢，我们之前也提过类似观念就是说如果太早想要约会，有可能都是因为来自于一些比较破碎。然后呢，不健康、不完整的一些家庭那其实有很多人在约会当中他得到了在亲子关系里面没有得到的一些满足。那还有呢，约会有时候也会有一些，当然我们要特别避免的就是约会的什么暴力，对不对那一种约会暴力那么其实常常发生在男女朋友之间而且它会越来越强烈。一开始可能简单的一个推挤啦，对不对？但是呢，如果说当事人没有做适当的一种自我教育，或者是彼此能够就这个议题好好的做讨论，很可能以后这成为以后结婚以后的婚姻暴力的或者家庭暴力的一个很重要的来源。约会应该要有成长，约会除了有休闲娱乐，对不对？约会它是一种培养社交的能力，对不对？有时候你看这个人，譬如跟你在一起，然后遇到其他亲朋好友整个人也不会问好这个跟呆头儿一样，这个是要打开的，要培养的，对不对？约会也是能够让我们自我了解、认识自己，然后来了解对方，对不对很多约会过程当中才发现这个人有坏毛病，譬如说呢看起来这么漂亮的女孩，结果一吃饭呢对，在约会才知道是吧？一吃饭才知道是吧？还有呢，有人小气巴拉，对不对？每次要付账，他就洗手间去了对不对？就尿遁那还有呢，测试彼此的一个性别角色的一种定位跟互动。有人这个真的是叫做四体不动对不对？他完全不做家事的完全不做事，那等着人家来服侍他，也有这个约会才会发现嘛还有探索彼此的人生观。那约会也可以像你们一样哇，你老是看夜景，台北市的夜景有哪些你都知道，你的人生的经验跟视角跟那种眼界都打开了对不对是不是真的约会的时候才会有这些兴致，对不对？一个人自己跑去看夜景，多煞风景，对不对然后还有呢学习爱、负责、承诺还有奉献，对不对你看约会的时候，你要帮他去买水对不对？帮他撑伞提包包我觉得这个约会好累对不对对不对？所以约会尽量少爬山对不对对还有约会其实要怎么去健康的经营？那我们如果看到下面这一个呢，就是很有名的这个瑞士的这一个爱情的车轮理论其实呢，各位看到约会从一开始很和谐，然后慢慢的约会越多，就是要自我揭露，对不对？然后慢慢就到什么互相依赖，对不对？然后最后到什么到亲密就是说彼此之间那个心灵是连结在一起的所以我们也看到，就是说约会的时候，这里有一个研究就是说提到呢，就是说人会特别跟自己谈得来的人常常会觉得很有吸引力如果谈得来，就一定会觉得很有吸引力。我们也找了一些资料了，包括约会食药各位可以看一下像约会的时候一定要很注意那个开销财务上的问题。对不对？不要吃人嘴软，拿人手短，对不对那还有呢，譬如说约会也有食不要，尽量不要这个成为一个好像习惯性迟到的人，对不对？这种约会迟到是让人家很讨厌的，对不对尤其是男生很容易在这个上面被女生诟病还有女生有时候化妆太久也是一个不要随便就以身相许对不对很多人呢就动不动最后呢就走上了一个好像让那个整个约会就肉体化了，就生物化了，好像约会就没什么好说的。就像我们今天的主题剧，我们看到的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困境。